大家好，我是大伟。脾胃不好的人啊，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吃完饭以后啊，非常喜欢揉肚子，因为进去的这些食物呢，我们的脾胃啊不能很好的把它消化和吸收，所以呢就胀在这儿，他们就喜欢拼命的这么去转，这么去揉。那么同时呢，脾胃不好的人还特别惧怕四件事，哪四件事呢？第一个啊就是寒，冷的不能去碰。这个辛辣啊这些东西不能去碰，油腻的东西不能去碰，特别酸的东西他也不敢去碰。所以呢，脾胃不好的人一般往往啊都是以忌口的人比较的多，只要稍微的沾了一些碰了一些，马上脾饱胃饱就跟他去翻脸。所以呢，我们说脾胃不好的人啊特别的受罪啊，有的人就这么一忍啊，10年20年就这么过来了。那么今天呢，教给大家一个方法。这套方法可以说是目前养脾胃非常棒的一套方法，因为很多人通过这套方法，他实实在在的感觉到自己的脾胃变强壮了。那么咱们话也不多说啊，直接把这套方法分享给大家。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套方法一共2个步骤，一个步骤啊都不能少。首先呢，我们先拿出我们的手，在手上面，我手指的这个位置啊，我们找到一条线，你看在侧面这里，这条线呢对的就是我们的脾胃。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我们的手2条线交合在一起，形成这样的姿势，然后我们把手这样去对转啊。可能很多朋友啊看过一些书籍，他知道这条线呢就是对着我们的脾饱和胃饱。我们把手对在一起的时候，很多人在转的时候会发现里面酸溜溜的，有的朋友这么一转，里面咯噔咯噔的啊。其实我们就这样转上一个3分钟，每天就这么去转一转。这个地方只要把它转开了，我们里面的脾胃就通了。因为我们所有聚着的这些冷的、潮的啊，这些不好的这些节点都在这里。所以呢，我们把手这么去做。平常没事的时候，你看电视的时候也可以这么做，看一些直播啊、看一些视频的时候也可以这么去做啊。你做上一个2到3分钟就行。有的朋友说饭后的时候要不要做呢？如果你可以有空的话，我们饭后可以不用揉肚子，直接把这个动作做起来。好了，这是我们手上的一个动作，非常的简单。那么讲完手上的动作以后，我们还要再讲一个动作是什么呢？就是每天晚上我们要在我们的肚脐上方里面去放上一个小小的丸子。这个小丸子啊，可以说是非常有名，叫什么？叫做肚脐贴。早些年的时候啊，是由南怀瑾老师分享出来的。他当时举办了一个内部的授功课，在里面就讲了肚脐贴的一些用法。那么我们人人家里面都可以有啊，都可以去准备3样物品：艾绒1小撮，花椒6到7粒，桂圆肉1颗。把这3样呢放在研磨罐当中，把它揉碎了，然后加入适当的蜂蜜，就可以搓成一颗一颗的小丸子。这个小丸子当中啊，蕴含巨大的能量。我们简单给大家讲一下，比如说艾绒，艾绒是什么呢？你要知道，我们的脾胃是非常不喜欢冷的和潮的。那么艾绒在这里啊，就像一盏明灯，它发出来的光和热就可以把这些冷的和潮的给它退散开来。桂圆肉是我们的脾胃非常喜欢的一种味道，所以桂圆肉呢，不仅它可以养我们的脾胃，还可以帮助我们把我们的气啊，把我们红色的水啊生化出来。所以呢，再加上这个花椒，花椒窜走能力非常的强，3样配在一起组成3元大将，就放在我们的肚脐当中。如果说你感觉你身上，比如说我们的水啊、湿啊比较重的，我们还可以把它贴在脚底的2个窗户，叫做涌泉。这3个地方把它贴好就行。这个方法你只要去用上749天，你会发现完全不一样。大家好，我是大伟。脾胃差、消化不好，这些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你自己还不知道怎么样去调。咱们说脾胃最怕2点啊，第一点啊是经络不通，第2点啊是你不爱运动。如果你这2点啊都把它做好了，你的脾胃功能啊会得到一个质一般的一个飞跃，而且你整个脾胃消化都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那么今天啊，我来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动作，这个动作啊不仅可以疏通我们的经络，打开脾络的大关。同时呢，还有能充分的运动到我们的身体，促进我们的消化和吸收。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直接啊把这个动作教给大家，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那么做动作之前，咱们需要准备2把经络拍，大家可以把它圈出来。这2把经络拍啊，非常的耐用结实，居家备上2把，不仅能强身健体，还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疏通经络。第一个动作啊，叫做小步健脾足3里。那咱们用这个经络拍啊，就拍打在我们的足3里的位置。有句话叫做肚腹3里流啊，脾胃不好啊，就找咱们足3里。来讲一下这个动作啊，首先我们弯身啊，弯腰以后呢，这个小腿啊来回的进行一个抖动，用我们的拍子啊敲打在足3里的位置啊，快速的
啊，大家从侧面看一下啊，快速的。啊，这个动作非常舒服，而且可以非常好的促进我们全身上下的气血循环，而且通过运动加上疏通经络，打开了我们的脾胃第一道大关。我建议大家每天把这个动作啊去做上一个1分钟为一组，每天做上一个2到3组。做完以后，很多人会反映啊肚子里面咕噜咕噜叫，也有朋友会感觉啊后背出汗、额头出汗，这些都是正常的。第二个动作呢，叫做通胆经、强脾胃啊，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动作呢，就是非常轻松的一个动作了。怎么去做呢？身子啊一定要弯过来，像我这样弯过来，然后呢，拍子从我们的大腿外侧往上去敲，另一个拍子呢就顺着我们身体啊腰部腰线往上走啊，你看，啊，注意看我的手，这打开了以后，正好这个拍子能敲在我们的腋下，你看啊，同时往上，啊，就这样去做。非常舒服，因为这个经络拍呢，它的这个质地啊和我们的手不同啊，所以呢，它拍起来的感觉啊是更加的渗透啊，力量可以渗透到我们深层的经络，把整个经络啊给打通啊。这样的话呢，疏通了我们的胆经，也能强我们的一个脾胃啊。我们侧面就这样去做啊，然后另一侧给大家演示一下啊，拍子拍在我们的大腿外侧啊，这个手也是放在我们的你看腰线往上啊，你看，同时往上啊。啊，非常的舒服。你很多朋友啊，他这个胆经不通啊，你这个拍起来以后啊，你会感觉里面啊很胀很酸，那我们就要多拍一会儿啊，就这样去做。每天啊，我们把这个动作从下到上啊走上一个10遍，左右腿都要做，而且记住敲打的时候这个动作啊速度不要过快，一定要缓慢而渗透。好了，我们再讲第3个动作。第3个动作啊，是通过我们腰部来回的扭动，再加上拍子外在的一个深层刺激啊，打开我们整个肠胃道啊。那在这里呢，一定要注意啊，我们拍子，比如说，你看啊，我做这个动作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拍子在击打的一瞬间啊，它这个腹部啊一定要往里面收啊，一定要在你看拍的时候一定要往里面收一下啊。大家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找这个感觉，速度不用快，拍子也不要用力啊，把我们的臀部你看这样去晃。啊，来回的去晃，做一个迎击，拍子下来的时候，正好我们的腹部往前按，1、2、3、4、5、6、7、8啊，在拍的时候一定要切记啊，这个拍下来的一瞬间，腹部要往内收，看收收收收收收啊，是很有规律的啊，很有节奏的。拍的时候也不要很用力。轻轻的啊击打在我们的腹部，在这样来回动的时候，再加上我们腹部的用力，就是给我们整个肠胃道啊给它打开，做了一个深层的一个刺激。这个动作是非常好的一个动作啊，就是直截了当的啊去提升我们整个脾胃啊。我们就这样去做，每天你把这个动作去数到100下啊就可以了。好了，今天这个强脾胃促消化的动作咱们就分享到这里。最后啊提醒大家一下。经络拍啊，咱们最好选择2把，为什么呢？因为1把经络拍啊，咱们只能作为一个被动的敲敲打打，而2把的经络拍就不一样了。它不仅啊可以疏通我们的经络，还能配合动作编排啊，发挥这个经络拍最大的一个功效。好了，视频分享到这里以后啊，希望大家点赞一下，支持一下。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脾胃不好，消化吸收差，吃完饭以后啊，总感觉肚子里面发胀。我今天啊教给大家一个小动作，这个小动作啊，你放在饭后半个小时去做，不仅啊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消化和吸收，同时呢，通过这个动作还可以调好我们的一个脾胃，让我们的消化吸收功能啊变得更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会把这个动作啊教给大家，希望大家看完以后感觉有用的，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你的2个字啊可能会帮助更多的人。我们现在来讲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咱们这个动作啊分为2个部分，那么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揉腹。说到揉腹啊，很多朋友都说自己肚子胀的时候喜欢揉一下，但是大部分人的揉腹啊是不能够通达深层的。今天教大家的这个揉腹法，大家一定要认真的看。首先，我们的揉腹法啊是有4个点，第一个点呢是放在我们的腹股沟啊，一般我们都是放在右下方的腹股沟，然后往上啊走到我们的肋骨，你摸到个硬硬的啊小骨头啊，往左，再到我们的肋骨，再往下回到腹股沟。它是一个属于一个正方形啊，正方形的一个揉腹啊。我们正常很多人揉腹啊，它是揉的是个圆形啊。我们正方形的揉腹呢，你可以试一下啊，看感觉是不是完全不一样啊？做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啊也要跟着去动啊。你看做的时候身体也跟着去动，而不是单纯的靠手臂，这是靠手臂，这是靠我们的身体啊跟着去动
啊，感觉啊是完全是两种感觉。然后呢，我们再配合着呼吸，你看，在我们啊右半区的时候，我们是吸气；到我们的左半区的时候呢，我们是吐气。看，来吸，吐，吸，吐，吸，吐啊，按照这个顺序来。好，这个动作啊，大家先熟悉一下。当你把这个动作做好了以后，我们开始做脚上的动作啊。脚上的动作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从侧面给大家演示一下啊。来，你看，啊，配合脚上的动作一起做啊。为什么要带着我们的脚上动作呢？其实啊，我们想要让我们的消化吸收好，一定要注意，它并不仅仅啊是一个揉腹的过程，它是一个要活通我们全身的气血、打通经络的过程。所以呢，你想要你的脾胃好、消化吸收好，一定要把这个动作啊加上去。你看腿部的一个动作，啊，往上提，配合呼吸，吸、吐、吸、吐、吸、吐、吸、吐，按照这个呼吸啊去做。我们正常啊，饭后去做上一个40下到60下，做完以后啊，你会发现有很多朋友啊，他会出现一些问题，就是有的朋友会打嗝，有的朋友啊下面会放气啊，就是或者肚子里面咕噜咕噜的，为什么呢？因为通过这个啊，加快了我们肠胃道的一个蠕动，更好的促进了一个吸收，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动作。所以希望各位朋友们呢，学完了以后啊，一定要把它收藏下来，并且把这么好的一个动作转发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好了，今天的视频啊，我就分享到这里了。没有关注我的，记得关注我一波。我是大伟，专门分享非常实用的养生小视频。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脾胃不好的朋友们，这期视频一定要好好看完。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好的动作，这个动作你只要在饭前做一做，就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脾胃进行一个运化，同时能够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一个肠胃道啊，让我们的吸收消化达到一个非常好的状态。是什么动作这么神奇呢？就是来自于我们传统养生八段锦当中的一个动作，叫做调理脾胃虚单举。那么这个动作啊，它其实很多人啊都会念，但是往往有的人啊，他是在早上的时候去念啊，一念啊就是一整套完整的动作。你把它单独这个动作拎出来啊，在饭前去做，它也有着非常好的一个帮助。我们讲啊，这个虚单举啊，是一手往上托，一手往下沉，是这样。这样你看像什么啊？它就一升一降之间啊，在反复啊一升一降之间，就能够很好的促进我们的一个脾胃运化，而且呢，在一升一降之间打开我们的后背啊，同时帮助我们腹部啊进行一个拉伸，让我们的食物啊能够更好的进入到我们的一个肠胃道当中，全面的被吸收消化。那么接下来呢，我会把这个动作的所有细节啊全部展示出来，那么大家可以跟着视频啊，跟着我一起去做，做完以后啊，你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我们要把双手掌心朝上，同时啊腰背肩颈啊挺直，然后一手呢，你看啊是绕过来啊往上去顶，一手呢是看手肘打开，手转啊往下去沉，它们一牵一拉之间，你看转开来以后啊，达到了这个姿势之上，一个手往上去顶，一个手往下去压。那么在一牵一拉之间啊，你会发现你的后背啊被压得非常的紧，而且整个腹腔啊，你看这个整个通道啊，你看就被拉长了啊。所以呢，这个动作它非常的好。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个完整的演示啊，来转，手转过来，然后吐气的时候往上推。同时这里有个细节。当我们手往上折，气快吐到末尾的时候，就是气快吐完的时候，手已经到顶上了，我们要微微的往后去做一个牵拉，好，然后再回，自然的呼吸。另一只手呢也一样，看一手往上，一手往下转，达到一个这样的姿势，开始吐气，仰头。快吐到末尾的时候，手往后进行一个牵拉，两个手都要啊。好，顶端保持一个0.5秒钟最好啊，然后回，再来。好，回，手一定要转啊，沉下去啊，这个姿势摆好，手往后。
啊，我就做了这么几下，我就感觉这个后背啊有发热的感觉，这个腹部啊有被牵开的感觉。你们在饭前的时候，我们左右手算一下，我们去做个4到5下就够了。每天饭前大概在10分钟的时候，我们就练一下，然后你再去吃饭。渐渐的，你这个脾胃功能就能慢慢的打开运化的功能也会变得越来越好。而且呢，再加上饭后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稍微走走路、消消食这么一整套练下来以后经常去做，不仅无形之中打开了你的肩背，因为做这个动作对于我们的肩背非常的好，同时呢还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提高我们一个脾胃的运化所以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大家一定要掌握好细节，每天坚持练一练。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感觉视频不错，长按视频下方的赞，点一个超级赞，并且关注我，我是大伟，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10人脾胃9人差，而且它里面有个规律，就是特别容易找上中老年人和一些女性。那么咱们都知道，脾胃是人体当中最大的一个消化吸收系统。当你脾胃不好了身体里面吸收差了，整个人的身体的状态身体的素质就会往下降，而且人特别容易瘦弱。今天呢，教给大家2个秘传口诀，这2个口诀一个口诀代表一个动作，把2个动作练起来，就能让你的脾胃一天比一天好。做动作之前呢，我们需要准备2把经络拍，大家可以把它圈出来没有的可以看一下我的橱窗。这2把经络拍非常的耐用实用居家备上2把，可以轻松的解决掉身体上面的小问题。咱们的脾胃不好，首先就得从我们的小腿上面找开关，上面有个开关叫做什么呢？足三里专管我们的一个脾胃运化有句话叫做肚腹3里流，就是说我们的足3里它可以很好的调节我们的肚子里面的一些脏腑。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叫做小步健脾足3里你看小步，同时呢，我们用这个拍子从2侧轻轻的拍打我们的足三里腿要动起来健脾呢，一方面是要运动，第二方面呢是刺激我们的经络穴位这2个我们把它结合起来这个效果就是1+1大于2快，你看脚一颠手就拍打下来就要这样非常的轻松，这是慢动作。动作快了以后就这样就这样去做，很快它不仅可以去强身，而且呢对于我们的整个腹部刺激非常好。而且很多朋友做完以后反馈什么呢？这个肚子里面做完以后会火热火热的，而且有些人做完以后就往厕所跑它能刺激我们的一个肠胃。好了，这个动作大家记住了，每天你去这样敲打个100下就这样敲打100下，非常简单，非常轻松。还有一个动作也是非常好的，马上教给大家。第2个动作呢叫做通背扶阳定乾坤，增加我们身体的一个正阳之气我们脚弓箭步打开，打开了以后身体晃，在晃的时候呢，你看就调节了我们的整个脏腑拉伸我们整个腹腔然后呢，我们手也要跟着去晃，看跟着去晃晃完了以后，角度变大了以后怎么做呢？看1、2，拍打我们的后背，3、4，换个角度给大家看这个拍打起来它这是很有规律的就像划船一样同时呢锻炼我们的腰背腰腹背部如果经常不舒服的，你用这个动作做完以后背部会发热很舒服，一下子就有一种特别通透的感觉，特别轻松。我们正常做比如说我脚往前迈，然后去做，做完了10下到15下以后，脚回收，换另一个脚往前迈，再去做。不同的脚2只脚，一只脚往前伸一次，一边做个15下就这样，很有规律。你看这个手拍打完以后，手肘打开，胸挺画下来你看从正面给大家看一样，拍打手打开，滑下来1、2、3、4。这2个动作就是非常好的，能增强我们的脾胃，而且提高我们的正阳之气，让我们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壮。那么大家看到这里一定要把视频给收藏下来。当你有了2把拍子以后，随时点开视频就能随时跟着我去练。咱们讲选择拍子的时候，一定要选择2把拍子，千万不要选择1把。1把拍子虽然可以敲敲打打，但是很难编排动作。2把拍子既可以编排动作，又可以在动作的时候疏通经络，对你身体的健康能够达到最大化。好了，今天视频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那么没有点赞的朋友，给视频下方点个赞；那么没有收藏的朋友，点一下收藏，好，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大伟。咱们讲瘦啊，分2种。第一种啊是精瘦，就是这个人啊虽然瘦，但是啊很精壮，该有肌肉有肌肉，身体啊非常的强健，精神头啊也非常的好。那么第二种呢就是瘦弱，瘦弱的人群啊，往往啊是体质不如人。而且啊，这个胃口啊还不好，这吃东西呢他吃不进去，看到东西呢也不想吃，经常啊容易生病啊，身体看起来就是病殃殃的，而且啊萎靡不振。那么对于瘦弱的人群，我在这里啊教大家一套经络拍打法，不仅啊可以开你的脾胃，让你的胃口大开，同时呢还能锻炼我们的身体啊，让身体啊变得更加的强健。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那么做动作之前，我们需要准备2把经络拍，大家可以把它圈出来。这2把经络拍啊，非常的耐用、实用和结实，居家备上2把。轻松解决身体上面的小问题，还能够强身健体。那么瘦弱的人呢，第一个啊就是要健脾。有句话叫做“肚腹3里流”，健脾率先啊就找咱们的足三里啊。这个拍子啊放在我们膝盖的下方啊，就是我们足三里的位置。然后我们就开始进行拍打。你看，手往前迈，然后1、2、3、4，在摆动回去的时候，顺势啊它就击打在我们的足三里。同时呢，我们做了一个迎合，就是手你看往后一打，我这个腿啊，你看往前一顶啊，做了一个迎合，根本不需要发力啊。所以说我们准备来1、2、3、4，大家能不能听到这个拍子的声音啊？我根本就没有发力，我只是把手啊尽可能的往前摆起来，做一个健身运动的动作。同时呢，在摆动的瞬间，用拍子的力量去击打我们的足三里，这样呢运动也满足了我们的这个足三里也得到了充分的刺激。每天你去做一个80到100下。刚开始做的朋友们可能这里做完以后会有点酸酸麻麻酥酥的感觉，但是随着你经常做完以后，很多朋友反馈就是说肚子饿了，想吃东西，这就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所以这个动作我们每天去做一个80下到100下就可以了。说完了第一个运动咱们还有第二个运动，就是在锻炼大腿的同时，我们要疏通我们的胆经。这个动作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动作，不仅疏通胆经，锻炼大腿，还能够拉伸我们的整个上身我们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做。首先预备姿势是什么呢？双腿微微的弯曲然后拍子是和我一样这样一个拍子对准着我们小腿的中段，另一个拍子呢对准着我们大腿的中段，是这样看好这个动作非常的经典摆好动作以后，我们需要做什么呢？画圆，把身体的中心往另一边移，手呢在画圆的时候做了一个大伸展画过来，击打在我们另一条腿上连贯起来就这样看。1弓箭步，你看腿弯了来2弯腿，3、4还锻炼了我们的腰，5、6、7、8、9、10、11、12。你看拍子击打下去的声音是非常的实，因为它的力量全部渗透在我们的深层里面来继续做，11、12，根本不需要你的手刻意去挥，只要把动作样子做好了，自然摆下去，就能击打出这个动作还有一个声音。而且手挥动的时候腰背一定要挺直，小腹收紧这个动作我们30个为一组。每天你去做一个2到3组就可以了。这2个动作讲完了，大家一定要把视频收藏下来，以后随时打开，随时练。坚持练上一段时间以后你就会发现你的胃口越来越好。同时呢，借助着我们锻炼身体我们的肠胃消化吸收能力也越来越好，你的身体就逐渐变得更加的精壮。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最后提醒大家，选择拍子一定要选择2把，单一把拍子作为被动的拍打，只能敲敲打打；2把拍子我们可以编排出很多的动作对于身体是大有帮助。好，我是大伟，没有点赞的朋友点一下视频下方的赞，没有关注的朋友关注我一波，我会持续的给大家分享最有价值的养生小视频，谢谢大家。